我觉得我哥哥有情感障碍。爸妈离婚的时候，他面膜表情；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，他神情淡漠。直到看到我3门加起来不到40的总分，他终于暴走。你是说你3门考的还没我写马大？笑死，我装的。其实是4门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到底还有谁比我惨？我爸是生物学教授，我妈是医学系主任，我哥是学生会会长加奥赛金奖，而我是我们家最出名的一个。洛口小学3年5班，全班倒数第一。爸妈闹离婚的时候都觉得我笨，一个都不肯要我。我妈说，她连自热火锅的原理都搞不清楚，肯定是遗传你们老周家。我爸道，他也不知道什么是摩擦力啊，难道不是你们李家的锅？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又吵了起来。最后是我哥在旁边总结陈词道，不行，你俩就离了吧，真的太烦了。矛头自然转移到了他身上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冷血？我跟你爸不是为了你们，怎么可能这么蹉跎度日？当年我们有那么多机会，全都为你们生生放弃了，你说出这种话，不觉得良心不安吗？我哥哥迅速地合上小说，很冷静地对我妈妈说道，不会，因为我觉得你们在一起对我们伤害更大。冷暴力是一种暴力，语言暴力也是。我爸也在一旁帮腔道，你对你爸妈这样说话，你觉得你自己这样正常吗？我哥哥耸了耸肩膀说道，还可以吧，这个家里除了安安勉强及格，应该也没有正常人了吧。我坐在一旁沾沾自喜，莫想到我哥哥对我有如此高的评价，简直是受宠若惊。我爸负气道，那就离婚吧，这个家我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，正好临城有个学校喊我去交流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我妈，离就离，谁怕谁啊？外地有个实验室向我伸出橄榄枝很久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我得先行一步了。他们2个人一人一个行李箱，再加个背包就走了。我和我哥莫名其妙的成了留守儿童和留守大学生。留守就留守吧，反正他俩在家的时候，我也没有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无论做什么都会被他们贬得一文不值。抱怨、责备、呵斥充斥了我整个童年。可跟哥哥在一起就不一样了，他虽然总是面无表情的，但也不会骂我，还会给我做难吃的饭。爸妈走后，他背着个书包也准备走，到了门口时才想起来家里沙发上还坐着一个我。他回头看了2次，也向前走了2次，最终还是走回我身边问道，哥哥，大学旁边有个附属小学，你要跟我过去读书吗？那里一个班有多少个同学啊？他神色莫名地答道，具体的不清楚，大概在30左右吧。我小声地噎了一下，他问我怎么了？那我至少也能考30名了，我还没考过这么好的成绩呢。他当时一定翻白眼了，只可惜他后来不肯承认了，看来抓人做坏事还是要抓现行。哥哥的导师是个很厉害的伯伯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我很快就能在那个附属小学读书了。但在去上学之前，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，就是参加爷爷奶奶的葬礼。他们俩身上都有很多老年人的基础病，平时也从来不注重保养。爷爷瘫痪后，一直是奶奶在照顾，后来奶奶也瘫痪了。据说那天夜里是爷爷突发心梗，奶奶叫人没人回应，往床上爬的时候摔到了地上。第2天起来的时候，2个人都去了。我爸妈的电话始终打不通，
哥哥就带着我直接去了大伯家。哥哥牵着我的手走进去的，所有人的眼神一下子全都落在了我们俩身上。我大伯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们爸妈呢？逃避责任不是这样的吧？爹妈死了都不露面，丧葬费不要钱啊？”我哥哥冷声回答道：“爷爷奶奶身上至少还有100万的拆迁款，丧葬费应该是足够的。”大伯母在一旁帮腔道：“这是钱的事吗？这么多年放个老头老太在我家，你爸妈不闻不问的，这连死了都不来吗？就这么为人子女的吗？”我哥还是那副油盐不进的样子，他们俩连父母也当不好，不会做子女也是正常的。我来是帮安安的户口移走，我把她转到我们学校的附属小学读书。我大伯母吃惊道：“去哪里？这里的学校读得好好的，干嘛要转走？去那边读书谁接送啊？你爸妈还有这闲心呢？我接我送，跟我吃住，因为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会被饿死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我大伯说道：“她一个女孩子跟着哥哥算怎么回事？那也比放在你们这里被放血的好。”整个房间里鸦雀无声，只听我大伯骂了句：“你是上我这来给你妹妹讨公道来了？”我的手被捏得有点痛，但我也不敢吱声，因为如果哥哥松开我的手，被拉去抽血会更疼。我大伯母忽然就哭了，她拍打着我哥哥的手臂道：“你这个孩子，为什么净捡别人伤心的话说？你洋洋弟弟都走了这么多年了，还有谁能用得上安安的血？被你讲的，我们好像十恶不赦的罪人。”我哥哥冷笑了一声：“谎报年龄，把3岁的小孩带去做骨穿手术还不打麻醉，说十恶不赦都算轻的了吧？”大伯母大呼冤枉：“不打麻醉是你爸妈决定的，那也是怕麻醉伤害小孩的脑袋。”他说完这句，拍了拍我的头，痛心疾首。就现在看也是个榆木脑袋，当时要打了麻醉可怎么办哟？拿着户口本从大伯母家离开的时候，我哥哥凶巴巴地对我说道：“以后现了这2人要离得远远的，他们会卖小孩的血，知道了吗？”我赶紧点了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事实证明，厉害哥哥托厉害伯伯找的厉害学校真的很厉害。第1次考试我就不负众望的考了倒数第1，而且是断崖式的倒数第1，比倒2整整少了200分。我那个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处事不惊的哥哥瞪大了双眼，也不敢相信那张分数条。语文15分，数学11分，英语8分。我哥哥的声音都发颤了：“你这3门加起来都摸我鞋子的码数大。”我看他太生气了，也不敢骗他，只好又默默加了句：“不是3门。”“什么？”我视死如归道：“不是3门，是4门，体育老师还给了2分。”这次他终于彻底破音了：“4门？你4门加起来也莫超过我鞋码。”他太凶了，我忍不住大声哭道：“那你的鞋码也太大了！”我一边哭一边擦眼泪，老师说了我不偏科，挺平均的。那个晚上，我哥哥的脸色比颜料盘都丰富，无论如何，我想我还是喜欢他面膜表情的样子。晚上我胆战心惊的快睡着了，还听见他在客厅里小声地说：“带孩子哪有不疯的？”小小的我也总算在以后的日子里悟出了更深刻的道理，上学哪有不疯的？我哥哥始终也不肯承认我确实脑子不灵光，每天带着我从这个班穿梭到另外一个班。他自己忙不过来，就找他师哥师姐帮忙。他大学读完是要当老师的，自从带着我之后，我已经无数次听到他后悔当时为什么不多坚持一下自我。以后真的要每天都对着这些萝卜头吗？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从古城小学33班的倒数第1变成古城小学63班的倒数第1时，
我哥哥已经是一名光荣的小学老师了，他每天还是那张扑克脸，我听见我班主任背后叫他死人微活脸。微活的时候，就是我每次出考试成绩的时候，他会被我气到灵魂出窍，但我会死。我们这个家大概有什么魔咒，只能间歇性的活一个。其实我知道哥哥并不想当什么老师，他想当数学家。可我爸妈希望他当老师，所以篡改了他的志愿，而当时我正在医院被拉着献血。我哥哥只顾得上一头。等抱着我跑到网吧的时候，最后的志愿确认时间已经错过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哥哥哭，他抱着我坐在网吧的电脑前，哭得很伤心。他的眼泪落在我的手臂上，滚烫滚烫的。后来我就再没见他哭过了。有一次他踢足球摔断了腿，痛得脸色都变了，他也没有哭。我的哥哥，他可真是个男子汉啊。那一年过到年终，我和哥哥都快要放暑假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忽然一起回来了。这次他们又为了我吵起来了。从前是为了不要我，这次是为了抢我。我从小语文也不好，总是个位数，是我们老周家对不起安安。我英语也一般，他大姨和他舅舅也一般，估计就是踩了我家的根。我莫名其妙地听他们争论，我哥哥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备课，直到他冷声问了：吵够了吗？吵够了就滚出去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回来是为了什么，谁再敢打他的主意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爸妈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，但他们也不纠结，很快将脸转向我。哥哥像是背后长了眼睛，在他们开口前说道：你们也别想鼓动他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我妈有点生气道：我是他妈妈，我连这点事情都做不了主吗？哥哥终于从教案中抬起他那张能随机吓死30个小朋友的脸，说道：你是他妈妈？你怀他的时候吃减肥药，玩极限运动。你是他妈妈？你明知道奶奶和大伯母欺负他说话晚又走不稳，对他不是打就是骂，你照样天天把他送过去。你是他妈妈？你扔下他2年不管不问，1毛钱生活费都不给。他站起来，冲着在一旁好整以暇看笑话的爸爸持续攻击。你呢？你也是他爸爸，所以你就让他3岁不打麻药做骨穿。你让他刚上幼稚园就做物理题，不会就骂他蠢货，再不会就不理他，跟你老婆一起冷暴力他。1个礼拜都不跟他说话，回头跟别人说这孩子智商和语言能力都有问题，不太像你们俩。我哥哥攻击力极强，对面2个人被说得哑口无言。我行动力也极降，他手一指，我就赶紧打开大门。这里不欢迎你们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我哥有点无奈道：我是让你把你成绩单拿出来。我大惊，不是说我已经是大小孩了，不会在外人面前拿这个羞辱我吗？不把你的真实水准拿出来，你面前这2个人以为你奇货可居，要带你去做研究呢。小小的孩子有大大的疑惑。我抬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。我吗？要拿我做研究吗？这个家里3个天才，为什么要研究我？是研究天才家庭是如何陨落的吗？我妈妈蹲下来对我说道：是行为学研究，我们学校新的课题。妈妈想带你过去试一试，也许会对你现在的状况有所缓解。我没听懂我有什么状况需要缓解的。我刚抬头准备问我哥，我爸爸也拉着我的手说道：如果你对你妈妈那个不感兴趣，你可以跟我走，我有一个基因专案，是爸爸亲自带队。爸爸团队里很多哥哥姐姐，可以一起带你玩。我哥哥的声音在背后冷冷地响起。然后让所有人像看傻子或者看猴子一样的观察他吗？他是人，不是你们唾手可得又随手可丢的玩意儿。我爸爸生气道：
周宁月，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一个自私的儿子？我跟你妈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吗？我们俩做基因研究或者医疗研究，难道仅仅就是为了我们自己吗？往小了说，我们是为了能够给你们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；往大了说，我们是为了人类的进步啊。我们手握别人没有的天赋，自然要承担比别人多的社会责任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你就是没格局，白瞎了我和你妈给你的天赋和智商。我哥哥还是那副四平八稳的样子，不疾不徐地说着让人跳脚的话。哎呀，我哥哥说话可真难听啊！骂过他们可就不能再骂我了啊。我死死拽着口袋里那张8分的英语试卷，在心里默默祈祷。我当然自私，我是你们俩的儿子，各方面都继承得很到位，怎么可能不自私？优渥的生活条件，我从小学1年级开始寄宿，没有收到过零花钱。人生第一次摸到钞票，是中学的第一次全科奖学金300块。一个连家庭责任都承担不了的人，也敢大放厥词说自己要承担社会责任，不就是为你们姓名前那些可笑的 title 吗？这次专案做完是升教授还是院长呢？还是说有更高的职位在等你们呢？其实我对小时候的事情没有很多印象了。我从小记性就不怎么好，学过的知识会忘，发生的事情也会。各方面的发育好像也比一般人迟缓一些，说话晚，走路也慢，连个子都不高。但好在我也比较迟钝，对别人的善意也好，不怀好意也好，我不怎么察觉得到。我哥哥说这是我唯一的优点。谁能想到呢？迟钝竟然是我周宁安被官方认证的唯一优点。我爸妈再一次被我哥哥 KO， 他俩垂头丧气地走开了。我发现我跟他们之间还是有相似之处的，比如被哥哥刺打之后都是一副死样子。在哥哥投来目光前，我赶紧揣着口袋里那张惊天大密卷跑回房间了，不然等会该装死的人就是我了。哥哥敲门的时候，我正在销毁试卷，被吓了一跳，声音自然就颤抖了一下。他立刻就察觉出不对，问我在干嘛。我不会骗人，只好委委屈屈地拿着那半拉试卷出了房门。没想到他看到是试卷，反而松了一口气。太好了，他应该是被爸妈气糊涂了，没有想起来看分数。他摸了摸我的头，用难得温和的口气说道：哥哥不会不经过你同意进你的房间，但你也不可以在房间做危险的事情，懂吗？哥哥说这话的时候，一直频频望着我的手。我这稀巴烂的记忆力忽然发挥了功力。是说像哥哥一样在手腕上刺青，然后不小心流了很多血吗？这件事我记得很牢，大概是鲜血的颜色很刺眼，哥哥的眼泪也很烫。我赶紧拿我的卡通创可贴想帮他贴住伤口，可不知道为什么越贴血流得越厉害。我一边贴一边哭，后来几乎哭得要断气。最后是我哥哥自己打了120去了医院。总之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得握着哥哥的手才能睡得着。我捏了捏哥哥的手腕，看着那一条长长的疤痕说道：我不会的，哥哥说了，女孩子有疤不好看。那天晚上，哥哥坐在我床前陪我，像小时候一样让我握着他的手。半梦半醒间，我听见哥哥的呢喃声：谢谢你救了我，安安，千万不要丢下哥哥。我收到了电话手表作为生日礼物。我兴奋的手舞足蹈，搞得本来想拒绝的哥哥也只好妥协。不过他还是跟我约法3章：不跟陌生人添加联系方式，不仗着有电话手表独自一个人出门，不可以带到学校去。从那以后，我爸爸妈妈几乎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发信息。
他们询问我的学习进度，也关心我的身体健康，有时候也会让我给他们拍照片，但有时候也会很烦地对我提要求。哥哥教过我要懂礼貌，所以我一般会礼貌地拒绝，因为我觉得很麻烦。有一天晚上12点，家里的门忽然被敲响，有远景叔叔站在门口。我瞪大眼睛看着我哥哥穿着外套，对旁边的远景说：我可以配合，但我妹妹在家里，我不放心。有人拿着个像相机似的东西对着我拍了下，我哥哥立刻伸手挡了一下。那远景说道：他都5年级了，不能自己一个人待一晚上吗？你确定我明早6点能出现在这个家里吗？对方犹豫了一下，道：行，那我们留个人下来。麻烦留个女警，我妹妹胆子小，说话声音大了会吓到她，无论如何要等到我回来。这些人来得快，走得也快，临走前哥哥才对我说道：乖乖在家等我，明天我帮你请假，不用去学校，我会帮你订餐的，在家看电视可以吗？可以的。一直站在门口的那个姐姐果真没有走开，可我问话她并不怎么高兴搭理我，只是敷衍道：例行问话，没问题就会回来了。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，她不耐烦地回我：你是不是哥宝女啊？一直哥哥哥哥的，现在已经快1点了，你快点进去休息吧，我还要在这守着等人交班呢，没工夫陪你唠嗑啊。我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，在我的印象里，远景上门可不是一件好事情。可哥哥看起来很淡定，但我哥哥什么时候看起来都很淡定啊？我打开电话手表才发现，我爸爸妈妈给我发了很多资讯，他们俩看起来是不和谐，可却又在很多做法上出奇的一致。外面忽然响起了电话铃声，在深夜里显得特别尖锐，让我在隔着一道墙的房间里都吓了一激灵。已经接到了吗？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吧？他家长都来了，我还在这干嘛？我回去睡吧，我真的困死了。那行吧，我再等20分钟。这个晚上真热闹啊，我爸妈竟然又回来了。这距离他们上次一起回来，好像也没过去多久。他们看起来风尘仆仆的，客气地跟那个远景姐姐道谢，然后目送她离开。爸爸朝我招了招手说道：来，安安，跟爸爸走。你哥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你一个人在这里也不方便。妈妈白了他一眼道：凭什么跟你走？女孩子肯定是跟妈妈在一起更好。这种话题一旦起，就一时间停不下来。尤其没有哥哥，他们俩简直像个永动机。你一言我一语，把我讲得昏昏欲睡。最后，他们还是达成了一致。爸妥协道：那行，先去你那边观察1个月，然后再去我那边。我又不是病人，也不是小动物，为什么还要被观察？我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，我爸爸笑了一声。安安难道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其实跟别人不一样吗？没有。我哥哥告诉我，这世界上没有完全2片相同的树叶，那自然也不会有一样的人。人跟人之间有所差异，才会让这个世界更精彩。我只要能够不给别人添麻烦，我就是好样的。我爸爸蹲在我面前对我说，从小我和你妈妈就发现你和别人不一样，方方面面，我相信你也有所感觉。不过这都没关系，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小朋友是跟你一样的，但是他们也许没有哥哥，也许没有爱他的爸爸妈妈，就因为跟别人有所不同，所有就被欺负、被歧视。爸爸妈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研究这些孩子，从基因和医疗手段方面给予他们帮助，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，或者从源头上就解决掉一些问题。安安，爸爸这样说你能听懂吗？我点了点头。
我妈妈欣慰地摸了摸我的头，那你要帮助爸爸妈妈吗？在他们俩充满希望的眼神中，我缓缓地摇了摇头。不要，哥哥说了，大人是不会寻求小孩的帮助的，有什么事情他们自己就解决了。我妈妈循循善诱道，哥哥把你教得很好，但爸爸妈妈跟别的大人不一样啊，而且我们需要帮助的事情也不一样。那就更不行了，很多一样的事情我都做不好，更不要说不一样的事情了。哥哥说让我不要给别人添麻烦，不然会被讨厌的。我爸爸继续说服道，我跟妈妈怎么能是别人呢？我们不怕麻烦，更不会讨厌你。除了哥哥以外的所有人都是别人。这是这么多年的生活里早已被我参透的真谛，任谁来也不能够被打破。哥哥呢？他说很快就会回来的，我在这里等他吧。你们快回去工作吧，还有很多孩子们等着你们帮助呢。我爸妈面面相觑，我爸小声问我妈，他不是在阴阳怪气我们吧？我妈摇了摇头，应该不是，他没那脑子。哥哥到家的时候，爸妈正准备带我出去吃饭，打开门的瞬间，他眯着眼看着我们仨。他把手上钥匙扔在桌上，凶巴巴地问我干什么去。他应该一夜都没有睡觉，眼睛里都是红血丝。我不想给他添麻烦，立刻道，准备去吃饭的，现在不去了，哥哥给我点外卖吧。我爸有点无奈道，你觉得你现在这样子能带好安安吗？那个小孩的事情解决了。什么小孩？哥哥又有新的妹妹了吗？我竖起了耳朵。解不解决也不是我说了算，只是去例行问话而已，小孩子还在医院。好好的孩子怎么会跳楼？要我说，现在孩子心里真的太脆弱了。我们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，也莫像他们这样寻死觅活的。我哥哥抬头看了他一眼。每一个问题学生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长，你也是搞教育的，难道这点道理都不懂吗？我妈接了句，也不全是这样，很多孩子一出生就是有劣根性的，所以基因研究真的很重要。要不然国内外为什么都投入这么多钱，这么精力做专案呢？难道就没有人故意做手脚，让肚子里的孩子开启困难模式，以便于他们的研究吗？我爸爸忽然从板凳上站了起来，冲着我哥哥骂道，周宁月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知道你这么些年一直不满意我跟你妈妈，觉得我们忽视了你和妹妹。但我们俩本来也不是那种整天围着孩子转的庸碌的人，我们是有理想有抱负的，这样讲你能明白吗？那为什么要生孩子？你们既然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分给孩子，为什么要生？我哥哥冷眼看着他们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，因为你们需要研究样本，总是收集别人的资料不方便，不如自己生一个好，能够从每一个源头控制量变。生一个不行，抽烟喝酒蹦迪都莫能影响到脑子，那就再生一个，再把难度提一提。这次感觉还行，感觉可以出研究报告了，发育是否良好，行为是否正常，智力是否合格，都要一一记录在册。很伟大的一本书，你们俩准备撰写到什么时候？本来这也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观察嘛，就当自己生活在动物园呗。可是你们怎么忍心让他那么小去参与骨髓配型？明明有更好的供体，为什么要让他来尝试？你们觉得会有什么医学奇迹，对吗？因为你们发现了他有异于常人的忍痛力。可是忍痛也不代表他不痛吧？是，你们是伟大的学者，是厉害的研究员，但你们也是毫无人性的父母，这两者并不冲突。哥哥的话说得又急又快，仿佛这些话早已堆积在他心里数年，不吐根本不快。而我爸妈站在他面前，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有什么情绪在他们三个人之间蔓延，
而我一无所知。我其实不太怕这种吵架的场面，因为这在我家来说很稀松平常。但我一直盯着爸爸的手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手动的那一瞬间，我冲上前推了他一把。他的身后是茶几，小腿一下子被撞痛了，回头就冲我吼道：“你发什么神经？”我冲到哥哥面前站着，大声喊道：“不可以打哥哥！”他眼睛都睁大了，不可置信地对我说：“我哪里要打他？他成年之后，我什么时候打过他？他被不被你打，跟成不成年有什么关系？”我妈妈轻声安抚我：“爸爸不会打哥哥的，我们在讨论事情。”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，讨论事情就讨论事情，不要动手动脚的。哥哥站在身后摸了摸我的头发，问我是不是饿了。我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昨天夜里就饿了，我想吃炸香蕉。”那行，咱们就出去吃炸香蕉吧。我妈在一旁立刻道：“那东西哪里能吃？那个油不知道炸过多少东西，都炸得黑乎乎的，恶心的不行。”我抬头跟哥哥说：“就吃炸香蕉。”“就吃炸香蕉，油黑就黑呗，咱又不天天吃。”他说完这句，回头对我妈妈说道：“走了，去吃黑油炸香蕉，你们俩自便。回头我把我和安安的体检报告发给你们，你们参考下，看一年吃5次黑油炸香蕉对身体有什么影响。数值绝对可靠，跟你们以前的取样方法完全一致。”没想到刚走出学校门，我跟哥哥就被拦下来了。是一对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夫妻，他们表情很冷地问我哥哥：“又准备祸害哪家小姑娘？你这样的人凭什么当老师？你凭什么带她去做心理咨询？你自己就是一个病人。我是一个绝对的歌控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在我面前说我哥哥的话坏，我爹妈都不行。”我立刻生气道：“你说谁是病人呢？我哥哥健康的不得了。”那位女士忽然阴阳怪气道：“这不会就是你们校长和远景说的你那个智障妹妹吧？你妹妹智商有问题，是你家基因不好，你凭什么来祸害我儿子？”我哥哥问道：“谁说的？什么谁说的？我儿子作为你的学生，在接受了你所谓的心理辅导后跳楼自杀了，难道你不需要负责任？”我哥哥厉声道：“我问你，谁说我妹妹是智障的？”那位女士被吓了一跳，旁边那个男人说道：“你情绪这么不稳定，是怎么当上老师的？再说，你那个智商不太好的妹妹在这里不是人尽皆知，稍微一打听不就都知道了？那些远景也是这么说的，10来岁的孩子不能一个人在家，看人还直愣愣的。”不知道为何，他的眼睛在接触到哥哥的那一刻忽然停顿了一下。我哥哥紧紧拉着我的手，说了句：“你们是在造谣，我会投诉到底的，包括远景。至于您儿子的坠楼事件，我表示非常惋惜，但在事发之前，他曾经向我发出过求救信号。所以我带他去看了学校的心理老师，这一切流程都是合情合理合规的。我在警局已经交代过了。至于孩子魏石魔最后还是走了极端，是什么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我想你们应该更清楚。”那位女士还是坚持道：“你自己就有心理疾病，你凭什么当老师？您是说我的焦虑症和抑郁症吗？我已经在3年前停止吃药，而且在学校的各项测试中都过关了。我也因此每半年都会向学校提供我的心理健康报告，请问我凭什么不能当老师？”说到这，他轻蔑地笑了一下，再说，连您和您先生这样的人都配当父母，我当然可以当老师。身后传来了谩骂声，我哥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大步向前走。后来我走得有些慢了，他起身将我抱了起来。其实我长到3年级后，哥哥很少这样抱我。
我顺手捂住他的耳朵，说道：“别听，是恶评。”他狠狠瞪了我一眼，道：“不要刷抖音。”我哈哈笑了一声，过了一会儿才问道：“我确实是智障吧？”我哥促狭地笑了一声：“智障能问出这么有水准的问题吗？”快到炸串摊的时候，他把我放了下来，很正经地对我说道：“你确实从小比别人发育的要慢，一开始妈妈莫打算再生一个，我这么一个就已经够他累赘的了。可是大伯家的堂哥生病了，他们想多博取一点机会，所以奶奶用了点小手段，妈妈就怀了你。但是怀了你，妈妈一开始也不想要，因为你确实会影响她的工作，但当时她的工作正好瓶颈期。他又听说他的一个同事在自己孩子身上发现了罕见病基因，并且以此开了课题，还拿了奖，所以他就决定要生下来。奶奶他们对还在肚子里的你很宝贝，于是要求妈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妈妈被管得很烦。他是学医的，其实明白很多事情就是概率问题，于是他偏要做些危险的事情来刺激奶奶，也顺便为现有的理论提供一些案例支持。可没想到你生下来确实就比别人弱，学习东西也没得小朋友快，连身高体重也达不到正常水准。于是他跟爸爸心思又活络了，既然不能成为案例支持，那就作为反面教材去推翻之前的理论。我有点好奇道：“所以哥哥也是他们的案例吗？”他勉强地笑了下：“也是吧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先是自己才是别人的谁谁，所以不必太在乎别人的想法。”我立刻道：“可我先是哥哥的妹妹。”他看了我好几眼，道：“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我爸爸居然也患上了白血病，一辈子跟基因打交道的他，最终还是败给了他强大的家族基因。据说他们这一支已经有4个白血病了，我爸爸是第5个。我哥哥自己给他配了型，但坚持不让我去。我也经常能听到哥哥打电话跟别人争吵的声音。没过几天，网络上忽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言论，说某个大学教授身患重病，女儿见死不救。我指着报道上插着管子的爸爸，问哥哥：“他只有我这一个女儿吧？”我哥哥点了点头：“不过你前段时间才去捐献过，你记得吗？大伯母带你去的，他收了别人的钱，把属于你的东西卖给跟堂哥一样生病的人，他不得好死。”网上骂得很难听，甚至把我哥哥曾经患过心理疾病，以及他班上有个孩子跳楼的事情都曝光了出来。他被迫停职，我也停学了。这个家长看起来没毛病，他们很爱孩子的，我看到他们手写的日记了，对孩子很关注的，细节到每一天的身高体重，还有很多我们都不会在意的指标，一一详细记录了。这哥哥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他妹妹看起来智障不高的样子，是不是被他哄骗了啊？当然，网络的好处就在于它能够容纳不同的声音。没人觉得这日记看起来很诡异吗？这么详细的记录根本不像是日记，而是观察被告啊！我想到每天被人这样看着，我都毛骨悚然。哥哥叫周宁月，是我大学同学，他的大学里所有的开销都是自己挣的，包括他妹妹的，我们都不知道他俩有爸妈的，从来没提起过。这中间怕不是有什么隐情吧？我劝大家不要急着站队，不然到时候后悔了，半夜起来都要给自己2巴掌。那段时间哥哥去哪里都把我带着，虽然以前也会这样，但这次明显更加严格，几乎达到了寸步不离的状态。我发现他开始吃药了，我偷了1颗去隔壁给他的导师看。那老师摸了摸我的头，叮嘱道：“你哥哥只是太焦虑了，你不用太担心，你好好的他就没事。”网上的议论声越来越大，我和哥哥近期的照片也被扒了出来，
走到路上，竟然有人认出我了。那是一位广场舞阿姨，她挥着手中的扇子对我说道：“你做人不能这么没有良心，你爸妈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”本来她说到这，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可她紧接着又说了句：“别听你哥哥的话，你别看他是个老师，我可听说了，他教过的孩子跳楼了，他可不是个好人。”我冲上去跟他厮打的时候，他完全没反应过来，所以一下子被我扑倒在地了。我哥哥从公厕跑出来的时候，整个人脸都白了，他声音沉静道：“松手！”我大声说道：“他骂你呢。”那是他有病。周围人声鼎沸，全是谩骂和指责，我哥哥充耳不闻。他把我从地上扯了起来，然后走开了。这件事情以后，他药量增加了，人也肉眼可见的焦躁起来。有时候我跟他说话，他也完全不理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会跟我道歉。有一天，我偷偷趁着哥哥不注意的时候跑去了医院，我想，也许配型失败了，那些人就不会那么咄咄逼人，哥哥也会好受些了。可没想到，哥哥在医院找到我的时候大发雷霆。他看着我手上的针眼，先是骂了我好几句，又冲着妈妈吼了好几声。最后转过身的时候，他忽然掉眼泪了，和好几年前的那滴一样烫，烫得我心发慌。我赶忙对他说道：“没事的，一点都不疼，医生说过2天就能出结果了，而且配上了也不用马上就现的，要等好一段呢。到时候你能不能练练厨艺啊？你做饭真的很难吃。”他又掉眼泪了。啊，疯了！我哥哥怎么比我爱哭？我打针的时候可没有掉眼泪。我的配型没成功。与此同时，网上的言论开始有了新的风向。我爸爸和妈妈日记有新的节选被发了出来，那是我和我哥哥所有身体相关的数据被列成了一个表格，一段时间后还伴有一些结论。再和我爸妈的职业联系起来，一切都真相大白了。我哥哥和我从小生存的环境被揭露，引起了社会上的轩然大波。我爸妈极降的掌控欲，异于常人的对科学的狂热，以及一些专案上的违规。我哥哥的心理疾病、自杀倾向以及我的发育迟缓、情感障碍都得到了关注。也很多教学心理学的教授联系到我哥哥，说要为我们提供帮助。我哥哥直接拒绝，我们现在挺好的，不需要任何帮助。我问他为什么不？哥哥对我说，真心想帮助你的人不会在网上呼吁，不然我们又会变成他们的成功或者失败的案例被披露在网上，然后活在别人各色的眼光中。爸爸病发得很急，没过多久就恶化了。尽管还是找到了合适的供体为他移植，但到底还是没有挨过排异期。而妈妈的工作也因为涉嫌虐待儿童被无限期暂停。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精神很差，说要出去走走。走就走呗，反正我也不太需要他。其实有情感障碍的人是我。哥哥一早就知道，为了不让我觉得自己很奇怪，所以他也尽量不让自己有过多的情绪。无论别人怎么样，至少我们俩是一样的。这件事是我在做了心理咨询师之后才顿悟的。这时候我已经25岁了，而我哥哥已经将近不惑之年。那件事之后，他没有再回小学当老师，而是重新考研读博，最后去了高校研究数学。而我一路初中职高大专，然后又专转本，不可谓不惊险。那天他来我诊所做心理咨询，向我透露了有一位很难懂的女士在追求他。我好奇地问道，多难懂？他答，对你来说，恐怕比高等数学还难。我大惊失色道，发疯吧，做人不能简单点吗？他一板一眼道，我还是喜欢有点难度的。
好吧，就让他去探索这有难度的人生吧。我还是踏踏实实的经营我的诊所吧，毕竟2个研究数学的应该挣不了多少钱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